冬天到了，所以我们就要来谈那个保湿。讲到保湿，所有皮肤科医师最喜欢的就是凡士林，然后大概全台湾1000多个皮肤科医师，只有我在反对凡士林，然后这个其实讲起来很孤单这样。Lonely, lonely Christmas, Merry Christmas，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？那反对的理由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特立独行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做肌肤监测快20年了，所以看到很多证据。我们重新把教科书拿出来给各位看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皮肤长这个样子是坏的，啊，如果你的皮肤长这样是好的，这样听得懂？就是说，如果它的纹路越来越清楚，然后毛孔都很清楚、很干净，它就是好的。凡士林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。我们在很早以前，大概10几年前，我们就做过凡士林的那个简单测试实验，你可以去我的 blog 看哈。然后，左上角哈，你可以到我的 blog 看。但是，我知道各位一定想要看最新的2023年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，下面就是我们做的实验。在讲凡士林的实验之前，我先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以前做过凡士林啊，以前是做这个脸是做凡士林导入这样，然后这个脸是做橄榄油导入。那现在因为时间过了10几年，当然有科技有进步，我们有更好的油这样，所以我们这次做的还是一样，就这边我们做凡士林导入，这边做那个润和油的导入哈。那你不用去管什么油，反正它能够让你的皮肤变好就是好的，不能让你的皮肤变好就是坏的，对吧？那我要先讲一下整个实验的流程很简单，就是洗完脸我就不给你洗给你们看，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倒凡士林，然后这边倒油。那为了保证我们给的量很多，不要到时候说你倒那么少，当然是干净清澈，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使用的，这边是使用了润和油的过程，然后这是使用凡士林的过程，你会发现它们两个的亮度差不多，也就是说它们两个厚度其实用的差不多。这是在第2张图，好吧？第1张图是我们等一下给各位看的哈。然后在它的真皮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哈，润和有一个特色哈，很有趣的是它里头没有那些亮亮的东西。可是凡士林有一些亮亮的东西，那这个可能是它的闪光什么，我没办法告诉你啊。反正 anyway 就是它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亮点，那这个都是我们的脸哈，所以没什么好讨论。那接下来我给各位看的是我们使用的那个过程哈，就是在第1张图啊，这个是第1张图啊，你可以看到使用凡士林前的第1张图长这个样子，好，然后使用润和油之前的第1张图长这个样子。你会发现他们两个纹路其实差不多，这是很公平的，就是一个左脸一个右脸，同一个人同一个时间。可是用完以后，他们的后面的图是长这样，润和油长的图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那个你可以发现凡士林的图长是这样子。那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？如果你仔细看哦，我们会后置把它图做得更清楚给你看。它之前的图长这样，可是之后你会发现它纹路变得更好，而且有点饱满那样子，就是它有吃到水哈，然后它有饱满，这导入以后使得它的锁水比较好。可是如果你用凡士林的话，它有没有锁水，我真的看不出来。但是我看到整个纹路不见，然后臀的、脏的这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之前10几年前做的实验是很清楚让你看到凡士林塞到毛孔里面。如果你真的有兴趣，可以去我的 blog 看哈。但是这次的那个实验告诉你，光是一次的导入，它就可以让你的表皮变得比较浑浊，然后比较糊土哈。那这两个都是我们用清水稍微就导完以后用清水稍微擦过，就直接去做肌肤监测图。我们再重新回归到保湿的最原始定义哈，保湿就是你要先给它水，给它水后锁水。那锁水这件事情，你不要忘了，除了你外界给水，事实上上帝也在给你水，就是我们自己皮脂会出油，不是吗？然后我们汗水会出水，也就是说你在从外面补充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堵塞你自己的出油出水的能力，你一旦堵塞就出问题。然后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刚刚凡士林这张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记忆深刻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饮鸩止渴哈，就是它本来是有纹路的。你用了凡士林以后，它就整个塞住了。好，你现在锁水，因为凡士林当然可以锁水，讲白一点，你用猪油也可以锁水，你用任何东西都可以锁水，对吧？但是猪油进到毛孔，它可能被我们的自体吸收掉，凡士林可不会被吸收掉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凡士林塞住了你的毛孔，那就意味着你自己的出油出水能力会有问题。最后一句话，你还记得你每年保湿就越保越干吗？对，那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塞住你的毛孔，使得你本身的出油出水能力下降。因此，正确保湿就是你必须做到给水，你必须做到锁水，但是绝对不要塞你的毛孔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做个显微照相吧。